小乌来县一日券加上 U-Bike 该怎么玩呢？今天就跟着 Emily 探索最美的桃园风光。从空中俯瞰落羽松，月眉的绿意太迷人，还没转红的落羽松静静伫立在湖边与水光之间。走进充满巴洛克与闽南式街屋风格的老街，吃花生麦芽糖、Q 弹的豆干，再来一份花生卷冰淇淋，幸福满满。踏上小乌来天空步道，感受无敌的美景，悬空在山谷之间。来1年1度的桃园花彩节，花海中有巨大的帽子装置艺术，带你走进风霏霏的故乡。全台最长的悬索式吊桥就在眼前，想不想亲自来走一回呢？我是 Emily， 你心目中的桃园是飞机起降的航空城，还是藏着山林与湖水的秘境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六 ，Emily 大早就从台北搭火车来到桃园，正准备前往桃园客运总站搭小乌来线。从后站出来后，沿着延平路走几分钟，就可以在右手边看到桃园客运总站咯。我们搭的是8点30分首班车，如果要买票，直接找站内那位穿红背心的站务人员就可以咯，一张150元。今天就全靠他咯。这台台湾好行小乌来线公车目前只有假日行驶，大家一定要记得哟。公车是从桃园站出发，终点是小乌来天空步道。Emily 买的是1日券，所以今天可以不限次数搭乘，超方便。如果你在沿路的停靠站想搭乘，付款方式也很弹性，看你是要投现金或者是使用电子票证都可以。今天的行程，我们打算先搭小乌来线直达终点小乌来天空步道，然后回来行经脚板山、大溪老街，再走路到消防局第4大队大溪分队，旁边有一个地方可以租借 U-Bike。接着一路骑行，桃园花彩节、月眉人工湿地、中庄吊桥。时间管理大师 Emily 保证大家今天绝对收获满满哦。终点站到喽，我们大约搭了90分钟的车子，大家不要忘了回程时也是在这里搭车哟。下去你走到底再右转。好，谢谢。小乌来天空步道的入口处也在停车场这里，听说假日人潮很多，所以 Emily 今天一大早就从台北出发，为的就是要搭台湾好行小乌来线的首班车。果然现在没什么人，真的太幸运了。门票2人原本是100元，票已换购的章，如果没有这个章呢，是100块，有这章就省了40块。我们有小乌来线1日券的车票，所以2个人又省了40元。大家要记得给票务人员看你的车票哟。购票处后方有2条路可以进入园区， Emily 选择走旋转门这条，因为更接近河谷，风景比较美，而且里面还有戏水区和与内溪温泉池，这可是桃园唯一合法的溪流戏水区，还有专业救生员驻守哦。不过有季节性和时间的限定，有兴趣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哦。
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乌来在泰雅族语里面是温泉的意思。这里的宇内溪温泉，它的泉质是碳氢钠泉，听说泡汤后能让肌肤变得特别细嫩和光滑，所以又有美人汤的称号。前面就是小乌来天空步道，Emily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票是要保留哈。等一下，因为其他地方容易分。先来看这颗超酷的大石头——风洞石。它跟地面接触的面积很小，大约只有 0.5 平方公尺，但是它却稳稳地矗立在小乌来瀑布的后硬砂岩上，看起来有点倾斜，好像随时要倒下，有风吹晃动的感觉，因而被命名为风洞石。天空步道超酷的，底部是强化玻璃的建筑结构，整个廊道直接凌空伸出去11公尺。游客呢，只要站在距离瀑布底部70公尺高的玻璃平台上，就可以居高临下欣赏小乌来溪谷的秀丽风景，以及气势磅礴的瀑布景观，挑战360度的全新视野。顺便提醒大家，过了这座桥往上走就对啦。这里也有洗手间，要去的朋友快去解放一下哟。这就是天空神桥。这座天空神桥跟天空步道那种以透明玻璃挑战视觉的极限不一样哦。这座神桥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行的宽度，可能大概是100公分左右吧。刚才的小乌来天空步道我没有过关，现在来都来了，不走过去的话，对岸的美景我全都错过了。这座吊桥全长70公尺，离地大约50公尺，下方就是壮阔的大力干溪谷，可承载120吨重量。但前后游客一走，吊桥还是会跟着晃动哦。到了！穿过这个旋转门，我们继续往前走。到了分岔路口的时候，大家记得要走右边这个岩洞，因为我们要先去看龙瀑布。最近常下雨，龙瀑布水量超充沛，气势满满哦。整个人在森林三宝的沐浴之中，芬多精、负离子、高含氧量，一次到位，吸一口就觉得身心灵全都被洗涤了，整个人瞬间放松，又有活力。我们往回走，回到刚才那个通往和平吊桥的岔路，准备去看凤瀑布。如果你想一次把龙凤2个瀑布都收进眼底，那你一定要上来这个观景台。Emily 的镜头都有拍到，跟大家一起分享哦。现在我们沿着这个阶梯往上走，就会到达天空神桥旁边的出口，是不是很轻松又有趣呢？在回程的路上，天空步道的入口附近已经挤满了人潮，越往园区出口人越多，一波又一波的涌进来。我大约是10点左右进来的，现在准备去搭11点30分的车子。Emily 真的超庆幸自己搭到第一班车，不然再晚一点的话，可就得跟游览车的人挤在一起了。接下来我们要前往脚板山商圈，车上包含我们只有4位乘客。Emily 觉得这条游玩路线真的超棒的，但居然没什么人搭乘，
真的好可惜啊！大家一定要来多加利用，不用开车，还能欣赏沿途美景，划算又轻松哦。脚板山到了，我们先来逛逛这里的商圈。脚板山自继气候温和，所以又有台湾庐山的美名。因为地理位置较高，可以把溪口的台地地形和石门水库自收入眼底，超级疗愈。从民国64年这里开放后，我们才开放做小批发的，就是客户的。那我们之前是做买卖迪化街的，你看的这香菇啊，都很漂亮，都是卖很新鲜的。那它的原始种法就是像这样。那这个产地都在哪里？这个香菇有季节性的嘛？如果说季节性不是我们这里的，一定就是仰赖于进口嘛。哦。所以我们是做大批发的，一定也有进口。进口台湾的。这些啊，当地的啊。这一就是当地的。那这个是进口的。台湾的台湾香菇，我现在报给你看，都台湾香菇。对。脚板山在日据时代可是管制地带，当时山里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开发，还有满山的野生香菇哦。也因为这样，慢慢打响了脚板山香菇的名号。午餐时间到了 ，Emily 从网络上找到这间超人气的老店家，这可是一间把原住民料理和客家美食结合在一起的小吃店。脚板山商圈街上人不多，但这家店居然客满，生意超好。我们2个人简单点了几道招牌 ，Q 弹有嚼劲的葱爆山猪肉，搭配青葱爆香后，香气十足。用刺葱嫩叶晒干后磨碎做成的刺葱煎蛋，香气很特别哟。外酥内软，口感厚实的酥炸双菇。还有口感软糯 Q 弹，带有淡淡的橘子清香的竹筒饭。整体来说，吃的又饱又满足。吃完午餐，我们直接冲去脚板山公园，这里有蒋公和蒋夫人亲手种的2棵榕树，也就是有名的夫妻树。公园冬天还能看到梅花盛开，大家可别错过赏梅的时机哦。旁边有新溪口吊桥的入口，但桥梁维修到2025年12月31日止，所以这次 Emily 没办法拍摄，就留给大家下次来参观喽。在回程的路上，我们从卫生所旁边的斜坡一路走下去，来到脚板山行馆旁边的神秘小景点战备隧道。它曾经是前总统蒋介石行馆的军事指挥所，在1963年时弥漫战争氛围的时候所建。在100公尺长的隧道墙壁里，会有3D 立体壁画，让你仿佛穿越50年代的军事指挥场景。出隧道口，再步行几分钟就能回到刚才下车的地方，准备搭车前往大溪老街喽。来到大溪老街， Emily 一眼就被入口的鸡蛋糕吸引住了。大家有吃过吗？老板真的超有创意，把大溪在地黑豆干和鸡蛋糕这种看似奇怪的组合变成超级隐藏版美食。果然咸甜交错的口感真的很有特色。不过 Emily 觉得要是豆干味道再重一点，不被鸡蛋糕的面香盖掉，
那肯定就更完美啦。来这家店，主要是我自己超爱他们家的大溪黑豆干，外皮厚实，内里软 Q， 咬下去的口感柔软，有满满豆香。这间小镇豆花也不能错过哟。Emily 点了加料豆花，任选3种配料，只要50元。传统手工豆花，绵密细致，豆香浓郁，每一口都像在享受小时候的味道。还有这间蔡记麦芽花生糖，他们是现场手工制作，吃起来有点像千层酥的感觉，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麦芽与花生粉完美交融的滋味哟。麦芽花生糖哦，都可以拿起来吃。最酷的是不粘牙，还会看稀哦。从福仁宫左边的小巷子进去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故居。如果说是从福仁宫右边的巷子走进去的话，等一下会有一层层的阶梯，然后你走下去，过个马路到对面的中油加油站，然后再稍微走一下就能够到达桃园消防局大溪分队。旁边有很多的 U-Bike， 你可以在那边租借哟。U-Bike 旁边还有洗手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那就赶快去哦。借到车子以后，大家就向右走，然后沿着马路直奔花彩节的场地哦。Emily 是在月梅路173巷的地方右转，然后直接进入花田展演舞台的地方。今年是以大溪的骄傲帽子歌后凤飞飞为主题，在缤纷花海中打造专属的主题装置艺术，让帽子、音乐与花田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听说今年播种的时候刚好碰上雨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的花还没有开哟。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呢赏花的活动也延长到了11月16日。到时候百花齐放，整个花田绝对是超美的。在花彩节的场地旁边，还藏着一个超有历史感的宝藏——国定古迹李腾芳古宅。这里的格局、风水和装饰都保存得超完整，每一处都散发着浓浓的老宅魅力，也象征着汉人家族深耕大溪的故事。李腾芳可是个大人物哦，1856年中秀才，1865年中举人，在外城的旗杆座上还刻着李腾芳中举人的年份、科别和名次，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哦。另外走到月梅路235巷这边，大家会发现一个超可爱的小天地——月梅阿嬷自然农园。阿嬷在这里用天然放养的方式养鸡、鸭还有鹅，大家还可以亲手喂食哦，超适合亲子同乐，体验农村的小乐趣。所以恁遮足好诶，来遮佚佗的，当来遮食饭嘛。吃米啊，卤味豆干啊，卤味豆干哦，卤味豆干啊，我自己做的蜜饯啊，就那群有那个热神花旗，我就有做蜜饯啊，花生炒花生酱。园内还有月梅阿嬷的灶咖，提供面食啊、馄饨和各式小菜。如果说你想在假日来个慢活放松，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下一站月梅人工湿地。2019年的时候，这里种了300多棵水生落羽松，每到秋冬，树叶会由绿转红。Emily 这次来访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但光是水中的倒影就已经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而且感觉池水比以前干净很多哟。从空中俯瞰，
整个湿地生态池串联在一起，数百棵落羽松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是一个颠倒的魔法世界。想象一下，四季更替，绿色慢慢染成红色，那时候一定超级梦幻。如果你想看那片由绿转红、缤纷到不行的落羽松，记得12月份再来煮没错哟。骑着我们的 U-Bike 继续前进。这里是大汉溪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的停车场。哇，真的很不错耶！这里也有 U-Bike 租借站，旁边还有洗手间，真的超方便。这座桥就是中庄吊桥，吊桥全长419公尺，是台湾少见的悬索式人行吊桥，跨越大汉溪，站在桥上就能欣赏到大汉溪的壮阔河景。骑自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哦，要过桥你得下车牵着走才行。喜欢骑车的朋友，河堤旁的道路也很棒哦，边骑边欣赏河岸风光，真的超舒服。我们现在要回程喽，先骑回一开始在消防局旁边租车的地方还车。大家还记得从大溪老街走阶梯下来那个地方吗？我们要在那里搭5096公车到大溪老街站。大家记得要给司机看我们的台湾好行小乌来线1日券，这样子你就能免费搭乘哦。其实从这边到大溪老街站只有1站的距离，如果你想走路回去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还蛮近的。我们现在在大溪老街站 ，Emily 利用在等台湾好行小乌来线回桃园客运总站的同时，我去公车站牌旁边的七美堂买超级消暑的仙草缠绵冰。Hello 大家，这个台湾好行小乌来线真的好准时哦，5点58分的车，只差个2-3分钟而已，真的超正的。车上大概8分满，路上因为小塞车，所以回到桃园客运总站大概是6点50分左右。刚才 Emily 小小睡了一下，等一下准备带大家去吃晚餐哦。到了车站后，我们步行大概12分钟，来到中华路和南华路交叉口的本物洋食桃园中华店吃晚餐。网路上超推这间本物洋食，因为好吃也不贵哦。我们点了炸鸡广岛烧风意大利面、番茄炸鸡意大利面和味噌汤。大家看，这是我等车的时候在七美堂买的仙草缠绵冰。哇，现在都快晚上8点了，跟网络上说的一样，放这么久都还没有完全融化，这也太神奇了吧。不过真的蛮好吃的。8点58分，随着列车进站，我们也即将返回台北松山车站。今天从台北出发，一路走进山林与溪谷，从瀑布与山林交织的小乌来，到热闹洋溢的大溪老街，翱翔于浩瀚的山水之间，穿梭在落羽松的绿色长廊之中。那一刻，人变得渺小，却又无比自由，心被深深触动。原来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的路，而是在旅途中拾起那份被日常遗忘的悸动与温柔。每一道风景都像是心灵的呼吸，每一个瞬间都是最真的自己。我是 Emily，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期见哦！